中国海军远赴中东，这是给世界的一份中国式答卷。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诚 Talk。尽管沙特和伊朗北京对话过去有一段时间了，可是中国的脚步却并没有停止。前不久刚刚传出沙特与中国的首笔人民币贷款项目，如今又有人注意到中国海军远赴中东参加军演。从我国国防部的官方公告来看，中国已经和伊朗、俄罗斯等国达成了共识，在3月15号到19号期间，在中东的阿曼湾举行海上联合军演，军演名叫“安全纽带2023”。坦率地说在当前中国刚刚促成沙伊和解的背景下，中国紧接着在中东举行海上演习，这背后的一些东西其实已经非常明显。而且之前我们就说过很多次，现在中国是在争天下大义，其实就是一个让更多人满意、更为公平的国际秩序。而这一次安全纽带2023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与一般意义上的军事演习不同。这一次我国海军参演的项目主要是以国际救援和协助为主，比如空中搜索、海上救援之类。换言之中国尽可能削减了在武器上的展示，更加倾向于海上合作。这是一份交给世界阅览的中国式答卷。我们和美国不同，不会因为自己的战略就动不动用军事力量威胁他人。当然了，就我个人感觉还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在安抚中东其他国家。因为这次沙伊的和解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开始影响整个中东的局势走向，相当于是抛弃了美国，选择了中国。而美国人历来在国际上又不是什么好讲话的角色，因此中东多国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障他们迎接和平的进程。中国在这个时候其实与俄罗斯和伊朗举行军事演习，就是来安抚人心的，这是中国对和平的一次承诺。至于为什么会有俄罗斯，这里的因素就有些复杂了。你说是后手也好，说是伏笔也罢，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在美国倒下之前，我们仍是需要和俄罗斯背靠背战斗的。挺有意思的是几天前我国央视在报道山东舰航母时曾经提到过一件事情，说是未来极有可能让辽宁舰和山东舰组成双航母舰队走向深蓝。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深蓝一般意义上都是指大洋，但我国的双航母舰队去哪个大洋呢？是突破第一岛链去太平洋，还是穿过白令海峡从北极航线去大西洋呢？让西方人见识一下东方人的舰队呢？又或者是从印度洋去波斯湾呢？无论是哪个方向，都可以看出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以及中美之间的竞争走向白热化，中国正在积极地承担自己作为世界大国，而不是一个地区大国的责任和担当。随着美国霸权的进一步坍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必将是愈发重要。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国人朋友们做好准备吧。好，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